这你敢信？被随便拉来的憨憨群演，仅靠一个表情包就火遍全网。我要上，谁打了你？就是他。去，给他2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是。在拍摄《亮剑》时，导演并不看重这段抢物资的戏份，于是随便拉了一个憨厚模样的群演去饰演看大门的王有胜。谁能想到，一个龙套角色竟被他演出了精髓？就问这一脸嘚瑟表情，谁能模仿出来？随着看守物资被抢走，还挨了个大逼斗后，坐在地上哭泣的模样，真是让人好笑又可怜。抢网的张丽丽，放着放着，赶快快走！买了东西，抢网的东西。他说，真正让他火的，还要算李云龙帮他出气这段。这段回敬巴掌看的是真的爽。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这一段教科书式的表演又被网友们争先模仿，甚至还开启了一段王有胜表情挑战。而在2011年新版《亮剑》播出后，剧中的王有胜就像失了魂一样。可以看出，新版王有胜已经没有那份憨憨的嚣张气了，不管是表情还是动作，都显得很呆板僵硬。尽管旧版王有胜表情包很多，但许多人却并不知道这名演员的姓名。其实不是演员低调，而是因为他的戏份只有几分钟，所以演员表中根本没有他的名字。新亮剑为超越旧版能有多努力？和尚身穿铁布衫硬扛子弹不动容，李云龙开炮时双手举高让鬼子投降。在拍摄魏和尚被土匪强杀戏份时，老版亮剑魏和尚死着把我给看哭了，但新版魏和尚被杀，你想不笑都难。原本魏和尚死得非常突然，把土匪小兵干掉后，被二当家偷袭了，一枪毙命，体现了战场的残酷与现实。没有过多描述渲染气氛，但却直击观众内心。反观新版亮剑，魏和尚把土匪消灭之后，紧接着眼泪瞬间湿润了魏和尚的眼角，被土匪念经超度起来。要说导演你是真的牛，小学作文没拿满分那绝对是卷子问题。和尚杀人后还需要给人超度，他的喝酒吃肉怎么不见你拦着呢？紧接着魏和尚被藏在草里的土匪击杀，但是魏和尚却还在保持着做法动作，并且眼神中没有一点惊讶和生气的表情，只有口中流出了一点点番茄汁，证明被子弹击中。随后土匪见他还没倒地，又连开数枪。第二次被子弹击中后，他居然开始回忆与李云龙在一起的时光，而且被打中10几枪，依旧保持做法动作。最后番茄汁快流完时，他做了一个令土匪都懵逼的动作，慢慢坐下，继续给土匪做法超度。我们能理解导演想表现和尚死时的悲壮情绪，他改的也太离谱了。谁家和尚穿了铁布衫被子弹击中10几枪都不死，而且还有心思给土匪做法超度的。当初导演还放狠话，说新版一定要超越旧版亮剑，难道这就是超越的意思？再说说李云龙改的怎么样？先看一下李幼斌老师怎样攻打平安县。团长，开炮！开炮！开炮！可以说演技炸裂，眼神中满满的无奈与愤怒、悲伤。一共3声开炮，喊出了家国仇恨，喊出了儿女情长，也喊出了对生活的无奈。而说说新版亮剑，开炮！好家伙，他居然举起双手开炮，这哪里像进攻，明明就是投降。就这还说要超越旧版亮剑，这不纯纯侮辱观众智商吗？同样是经典抗战剧，为何亮剑碾压雪豹？首先从细节上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亮剑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脏，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领子上都有这种陈年泥垢，衣服没有一件干净整洁的。因为抗日时期，即便是八路军主力，也没办法做到每个士兵都能有合适的军装，而且艰苦作战时更不会有时间去清洗衣服，所以衣服都该是皱巴巴的。就算是高级军官也不例外，衣服鞋子都是脏兮兮的。除了旅长这件不知道去哪儿电信诈骗来的皮大衣，其他老总的军装都是差不多的。而反观雪豹这边，衣服通通都是崭新的，脸上也是白白净净。这你要不说去打仗，我都以为你要去演偶像剧。但要说武器，雪豹这就更加离谱。但凡读过一点历史都知道，抗战时期我们的武器是相当落后，许多士兵连把汉阳造都分不到。轻机枪全团不到10挺，重机枪1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2个人都分不到1支枪。亮剑中许多武器都是靠战争缴获来的，而瞧瞧雪豹，你看看这人手一把自动冲锋枪有多猛，而且有时候子弹都是不需要装载，无限使用。放开这些不说，就连剧情艺术感都高你一截。在独立团成功突围后，包围圈只剩下骑兵连，走投无路时，骑兵连和日军准备拼死一战。为了提高军队气势，连长孙德胜军刀树立，发出冲锋的口号。骑兵连第1轮进攻，1轮比拼结束，骑兵连伤亡过半，剩下5人却没有退缩，而是继续摆好冲锋阵型。这一次骑兵连只剩下连长1人，还被砍伤1只手臂。紧接着最让人难忘的部分来了，在队友全部阵亡时，孙德胜1人代表整个骑兵连发起了最后的冲锋。骑兵连进攻！
最后，日本大佐要求厚葬西边连士兵。ヒナコンキドは厚葬し、体中はすべてよしだ。这里不只表现了我们的亮剑精神，还得到了对手的尊重，并且说明了日军形象并不是和以往电视剧里面像猪一样。相信看过亮剑的朋友，在20年内都很难忘记这个片段，这也是现在抗日片都比不过亮剑的原因。人尽皆知，亮剑在拍到1955年李云龙被授予少将就匆忙结束，后面因为剧情内容太过敏感，导致不能播放出来。如果照着电视剧接下来的剧情走向，李云龙和孔杰还有丁伟在南京军事学院完成学业后，就都回到了各自的部队，依照三人的战功与学院中学习的军事理论，三人会在部队中更加受上级重用。而在原著中的故事情节却并非如此。作为西北实力最为突出的丁伟，在赶往学院学习之前，他指挥的军队隶属四野，就驻防在东北。在学院毕业后，丁伟就回到了东北，但还没等屁股焐热，就因为毕业答辩问题就被调离到别的军区担任参谋长。而这个答辩其实就是源于李云龙的岳父田默轩带来的灵感。在所有的论文答辩中，丁伟虽然是水平拔尖的，但分数却没有很高，其原因就是他的核心思想引发了政治错误。他的论文答辩题目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他认为一个可以完全信任和依靠的邻居是我国利益与生存的根本。通过分析完日本和美国这种虽然实力对我们造成的威胁，但不可能短时间内就采取实质行动的国家后，紧接着他就指出了还有一个国家苏联也应当值得我们注意与防御。但他话说一半时却被评委们打断。虽然丁伟声明了自己只是单纯的分析军事观点，但却还是触碰了我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底线。而他的这篇论文其实真正的思想来源是田默轩。有一回他去李云龙家做客吃饭时，聊天时就与田默轩讨论到军事方面的话题。而正是这次的点拨，丁伟在临行前，他会和孔杰与李云龙说：“我丁伟要是有一天上门讨饭，弟兄们还要给口饭吃。”随着时间推移到1959年，丁伟就因为会议上的话则被批斗起来，不仅受了几年的牢狱之灾，还被开除了军籍。在他出狱后便查无此人，而孔杰也是多次派人去搜寻他的消息，但也没有任何下落。而李云龙的毕业论文亮剑精神没有任何问题，在毕业后就回去福建继续做他的军长。而他听到丁伟入狱的消息后，当晚直接干空丁伟曾经送他的茅台，并且借着酒劲坦言自己是个孬种，不如丁伟。因为当时环境的恶劣下，而李云龙是个有家室的人，所以并没有和丁伟一样仗义直言，导致自己憋屈了许久。而事实上，李云龙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性格。上级给他派了个新的政委马天生，整天喜欢整人，还不会打仗，所以两人一直不对付。在一场泰山师事件中，李云龙因为红卫兵抢劫军火库，便安排士兵保护武器，对天鸣枪。他的这一举动却被列为了反革命。经过马天生的言语下，李云龙也走进了牢狱。而他的兄弟孔杰得知消息后，便立即安排人将李云龙全家搬到自己的军区避难。但可惜李云龙的妻子只是将自己的2个孩子与赵刚的4个孩子送到了孔杰那里。紧接着马天生便带着黄特派员来到李云龙家中，对李云龙夫妻突击审讯。而李云龙则用着楚云飞送他的勃朗宁手枪，当着马天生的面了结了自己，并且在自杀前预言自己的头很硬，子弹打在头颅上肯定会变形。在一枪过后，马天生就去看看李云龙的预言是不是真的，但没想到子弹找到的时候确实是弯曲变形的状态。而在李云龙死后，段鹏便和几个梁山特种突击队潜入李云龙家里，将李云龙军章上的将心肩章和一枚8一勋章给带走。在10年后的平反大会上，李云龙的名誉已经复原，而段鹏则拿出李云龙的8一勋章和肩章跪地痛哭。此时李云龙的2个孩子与赵刚的6个孩子也已长大成人，都跪在李云龙生前的住所中，后院的院墙前哭成了个孩子。而李云龙3兄弟中的孔杰虽然也是刚正不阿的人，但却并没有意气用事，为将李云龙和赵刚的6个孩子长大，一直安稳的在岗位中工作着。而这次平反之后，孔杰也算是如释重负了，因为他抚养的6个孩子都已成才，6个当中最低的一个职位都是上校。1968年，楚云飞在金门得知李云龙去世后，用广播高调的悼念了李云龙，回忆诉说着李云龙一生的战功。晚年的楚云飞也是一名富商，在改革开放后便托人买下来李云龙的故居。到了1969年的珍宝岛之战，这次的北方边境的爆发也印证了丁伟的那句话：
在这场战斗中，重炮群在孔杰的指挥下成功重创了敌军。在战争过后，孔杰一人躲在指挥室里哭成了泪人，因为他想起了丁伟那篇被众人批判与质疑的论我国国土防御重点的论文，居然在如今得到验证。而在想到丁伟之前的许多超前言论，也是感叹不已。若丁伟能担当重任的话，或许一切的结局都会改变。